由于斗争的需要，我们觉悟社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和发表文章的笔名。现在桌子上有50个纸条，每个纸条上写着一个编号，各位抽到的那个编号就是你今后的通信代号和笔名。咱们现在开始抓阄。我是36号，那我以后就叫山路了。我是1号，我叫一豪。我是5号，那我就叫5豪了。同志们，我们觉悟社成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来我社进行讲演和指导工作。李教授是北京5·4运动的指导者，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虚心向他请教。通知下去，明天8点钟召开董事会。是。怎么了，夫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得上趟北京。我说什么要把囡囡领回来。你先别着急啊。夫人，北京的形势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了，我相信我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安全的。另外呢，咱们家的工厂刚刚复工，正是忙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不是说不久就要回上海了吗？你放心吧，等他们回到上海，我想办法不让女儿去法国了。什么？你不让他们去法国了？是。那你不打算攀陈家这门亲了？动辄进监狱的人，谁敢攀呢？不是你非要撮合他俩在一起的吗？说陈延年前途无量，必是国家的栋梁。此一时彼一时了，夫人。经过了这次5·4运动，我真的感悟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像我们国家以小生产、小农经济为基础，一旦遇上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种有身份、有资产的人，那就是灭顶之灾。我跟你说女儿的事呢，你跟我说这些事情干嘛呀？我肯定要跟你说这些事儿。你忘了你那时候白天晚上你都睡不着觉。你是说闹罢课、搞3罢那阵子？是啊，那个时候，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商铺关门，这不是3罢在我们这儿全都有了吗？那1个多月，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损失了好几万大洋。那不是为了拒签巴黎合约，为了爱国救国吗？你又不爱国了？我当然爱国了，我认为我比那些学生更爱国。我崇尚的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反正陈独秀这个亲家，我柳文耀不敢攀，我也攀不起。说来说去，你就是个商人，一谈到利益，就顾不上理想了。夫人啊，理想是什么呀？在我看来，理想就好像是一盏灯，你看着它，心里亮堂堂；但是你要真跟着它走，你会碰得头破血流。最重要的是，你看不到头啊！走这条路，是死路还是活路？我心里没有底呀。河水都自己倒啊。各位同仁，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表达歉意，因为我的被捕，《新青年》已经停刊4个月了。现在，读者、订户还有社会各界要求复刊的呼声很高，期待值也很高，所以今天我们就议议复刊的事儿。想必经过此番磨难，各位心里都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望各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我们新青年最大的弊病就是同仁轮流编辑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每一位编辑各行其事，破坏了我们新青年的整体性，平添了随意性。世之，你说话要有根据的，那请举例说明你的观点。例子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我们在这儿讨论事情，一定是对事不对人，请半农先生不要自行对号入座，我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那你什么意思？请直言。既然你说到这儿的话，那我就开诚布公了。比如守常当值班编辑的时候，就自行主编了一期关于马克思研究的专刊，收了很多极端的评论、极端的文章，引来了不少的麻烦。我认为这样的专刊与我们新青年办刊宗旨是相悖的。是这，这段时间你一直忙着接待杜威教授，有很多情况你并不了解。守常不是自行主编，他这一期的马克思研究专刊我是同意的，德乾和育才也都知道。没错，我得到的消息啊，各界人士对守常编的这一期其实评价非常高，说是给中国的思想界刮来了一股清风。而且我印象中这发行的也特别好，很多日本朋友也来信说是想要看这一期。是，这一期呢重复的印了2次，现在库存连1本都没有。印了多少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在接手每周评论的时候，发行量也很高，最后还是被取缔了。那你应该检讨自己的失误。对，我就是从教训当中得到了启发。我认为咱们的新青年不必要再采取这样的同仁轮流编辑制度。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交给我一个人来编就好了。我一定把咱们的新青年办成中国第一流的学术刊物。世之啊，你这还是老生常谈啊。我说下我的意见啊，我同意新青年废止同仁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是我不同意由世之一个人来编。为什么？新青年是仲甫一个人带来的，仲甫现在已经出狱了，我认为仍旧应该还给仲甫，让他一个人去编。仲甫，你就当仁不让吧，我们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你。那个我提议啊，大家鼓掌通过以下决议。新青年7卷1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好。好。仲甫那么偏激，你怎么提议让他一个人编《新青年》呢？世之虽然过于小心翼翼，但他心细，不至于出大纰漏。那你的意思是让世之一个人去编《新青年》啊？我觉得他比仲甫合适。大错！这2个人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会在门前竖一杆大旗，大书8个字：内接武器，来者小心。但门是打开的，里边有几杆枪、几把刀，一目了然，无需提防。但世之先生呢，仓库门是紧闭的，门上会有个小纸条，也贴8个字：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啊，但有些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我在推门之前，我总是会侧头的想一想。你的意思还是仲甫靠谱是吗？自己琢磨吧。讣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刘师培先生，不幸因病辞世，享年36岁。为追思刘师培教授在经学、史学、文学诸多领域的杰出业绩，此定于今日在妙光阁举行刘师培教授出祭仪式，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多同学共同料理，恭请北大同仁参加。这讣告啊，一会儿就找个同学啊，给他贴到布告栏去。仲甫啊，要谢谢你能出面主持。我与申叔一生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也不同。不过，
我们彼此倒是有一些惺惺相惜，能送得一程，也是我的心愿。申叔太可惜了，36岁。他的那些著作文稿怎么处理？现在？我组织了几个人，把申叔遗著剪齐，准备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这也算是我作为您给我任命的这个编纂处的主任的最后的一份工作吧。蔡公，我是想，政府，原来是这样的啊。申叔一走啊，国史编纂处啊，他就倒了一根顶梁柱。现在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徐树铮这个人呢，他想趁机把他收回去，仍然是叫国史馆归国务院领导。如果他要做成了，政府啊，那北大历史学学科，那可就是塌了大半个天。徐树铮他是个军阀，我不能让他玷污了学问。政府你是知道的。1917年我刚到北大当校长时，我是硬从范元来手中给他要回来的。我进行重组，我亲自兼任主任，目的就是要让北大成立一门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学学科。我的理想就是要编写出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蔡公，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也确实是功德无量。只是我现在，我想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个昨天晚上，我把申叔以前报上来的国史编纂处的提纲我看了一遍，我激动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他把政治史、长篇之治和文明史之风俗这2部分都基本完成了。政治史36册，文明史27册，完成的相当好，还留下了不少具有价值的初稿。政府啊，申叔这么一走，你知道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叫工程了，那很可能就要搁浅。我曾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也请求您能到编纂处来接替他。因为我相信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要是不来的话，那这个工作就基本上是流产了。蔡公啊，我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不，政府，你我都是兄弟，我们何必谈谢字？我现在就想听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即可。蔡公，我考虑再三。你考虑，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你都考虑。蔡公啊，我是要走的。现在，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我当初跟您一起制定的改革计划，也都已经实现了。我该离开北大了。我说心里话，我是知道你是会有这种回答的。我明白北大这块舞台太小，你是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我此时此刻，我想到那年大雪纷飞，我迎先生到北大来，如今天凉入秋，我却要送先生离开。不好受。当然，钟父，我坚信你是北大的人，请你相信，无论你走到哪儿，北大和我在原配，都是你钟父的后盾。
宁宁，哎，稍等一下。你先去找你手长叔叔，我自己走走。行，走吧。你们几个凑一堆儿，这是要去哪儿啊？能去哪儿啊？你离开北大，我们来给你送行。世之呢？武大臣出国，世之张罗着欢送去了。武大臣出国什么意思啊？世之用木偶出的赞助，为罗家伦、段锡鹏等5人办成了赴美留学。北大人戏称武大臣出国。最近出国留学的很多呀。可不是嘛，傅斯年没有挤进武大臣之中，世之就想办法在山东给他搞了一个名额，现在人也去美国了。还有许德恒等人是去法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的先锋都走了，让人感觉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但愿他们都能走上一条正路。我也要去英国了。我知道，关东，我给你写了一幅字，本来想专程给你送过去。既然在这儿告别，那现在就给你喽。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弃城郭，游子绝追攀。寒影被人守，孤云共往还。道逢王自尽，早晚向三山。有点舍不得这里，舍不得你，舍不得咱们的新青年。新青年还在，你现在就是新青年的海外同仁编辑，我们还在一条战壕，希望你还能再给新青年写文章，特别是你的诗歌，现在可说无人能及了。仲父兄，谬讲了，我一定努力。仲甫，季刚兄，仲甫，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做，你偏偏要去编那个不伦不类的杂志。你这一跑，中国便是少了一部通史啊，这是多大的损失！你可曾想过这个问题呢？季刚兄，你做你的学问，我搞我的不伦不类。至于是不是损失，历史自有公论。不可救药。别了，仲父兄。
君去也，柴斗否？一息尚存，战斗不止。先帝保重。保重。汤生兄，珍重。首长，我这算是正式的跟北大告别了。从今以后，我会专心的编辑《新青年》，不搞社会活动了。转来转去，你现在又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了，羡慕你啊！首长，《新青年》还要复刊，我想，经历了这么多磨砺，它应该是一个崭新的样子。我想再写一篇宣言，展现给世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听那些青年人的意见，他们才是未来。说得很对，你看这样行不行？正好延年、乔年也要去法国了，我一直跟他们说，要带他们去长城看看，总是挤不出时间。眼下正是深秋之际，骏马秋风塞北，霜林染醉。我们约上青年人，一同去逛逛长城，如何？城头无限金谷，眼前万里关山，情景俱佳。天津的马俊还有周恩来成立了一个觉悟社，让我明天去给他们讲讲，我们周末如何？好。同学们，孩子们，延年、乔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两个，一定要来看看长城。登上长城会有助你纵览古今，放眼寰宇。今天他们将要辞亲别友，去国远行了。大家相携在此一游，可谓壮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看故楼。长城啊！长城曾经是我们的先人梦想抵御外敌的一道屏障，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多少志士仁人舍身救国，血流飘冲，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空有着残垣万里，至今却依然是疮痍满目？在这个强盗的世界里，一败再败，任人欺侮，富国强兵之路竟在何方？钟先生，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勇敢地站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说得好，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军力主义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
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悦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阴习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压力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对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的情谊，但对于侵略主义和占有主义的军阀和财阀，我们不得不以敌意相待。我们的主张是民众运动，是社会改造，要和过去以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给人民大众，不以财富有无为标准。我们反对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以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同学们，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的药方，已经有80年了，可以说是尝遍了各种药方。但是今天，在这个古长城上，我和仲甫先生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个曙光。同学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别听我们两个在这演讲了啊，你们各自去感受长城啊。好，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尽。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乌钩放鸟，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沂。看谁先爬上去。首长，你知道吗？我在牢里面待了3个多月，我重点读了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10月革命的一些书籍和资料。我现在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哦，说说。你等我，我有话跟你说。什么话呀？我马上要去法国了。啊？你娶了我吧。易同志，咱们俩不都说好了吗？咱们俩就是同志，不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再说了，你马上都要去法国了，咱们俩以后能不能见面，什么时候能见面也说不准呢。我最后问你一遍，娶还是不娶？群贤同志，我对着长城发誓，我不能娶你。你别这样。我去哭长城去，哭倒了长城，砸死。哎，虽然现在我还没能十分肯定，但是大体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就是也许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也许只有俄国10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征服兄登临之意，岂无人会？围霞满天呐！我真是想为你这个思想升华大声喝彩，我真是想冲这个长城大声的呼喊：中国有救了！所以我说，《新青年》副刊要重点宣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和研究俄国10月革命，要把办刊的重点由原来的思想启蒙，转到探寻救国的道路，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上来。这边看，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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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已经正式提出申请了。下一个学期，我要开设唯物史观和国际工人运动这2门课，同时我还要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将来提供一个政治性组织做好准备。好，首长，还是你想的长远。5·4运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想得深一点了。关键是，我们要重新再造一个国家，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要让国人生活在幸福的生活里。说得好，这也是我们《新青年》副刊宣言的主旨。首长，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寻道不死，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无不后，备战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飘飘忽于人矣。不合，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元年、强年，你们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了，酝酿了5年，好事多磨。临行，还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说。你们了解我的为人，不说我憋得慌。据我所知，欧战结束，经济萧条，法国失业率很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个空架子，没有裁员，是靠向外国借钱过日子。这样的政府，资助的政法大学，靠得住吗？所以，你们要有上不了学的思想准备。吴志辉先生，你听我说完好吗？说实话，对于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一下子几千人过去，语言又不过关，又没有充足的经费，不可能大家都有学上，弄不好就很可能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对困难有思想准备，这个您不必担心。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你们的信仰问题。这个您也不必担心。我跟乔年，我们俩都是有信仰的人。我知道，特别是你，延年。我知道你对无政府主义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了。在上海，跟黄凌霜等人，还组织成立了进化社，主编《进化》月刊和丛书，还遭到了政府和巡捕房的通缉。我都知道，你们的动机是爱国、救国，但你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执着和偏爱，也是我担心的。我们对信仰的选择是经过长期的比较和验证的。我也经过了长期的比较和验证。延年，
我也曾经试图用互助论的理论和原则去拯救中国，可是行得通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最初办那个攻读互助社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现在以为，本质的原因是一点一滴的去改良中国。行不通的，中国要想自强，就必须要经过一场持续性的、革命性的大变革。您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不早，我们徘徊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元年、乔年，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固执，太迷信一种理论，抽时间有时间去读一读马克思著作，去研究一下苏维埃俄国的现状，不要一味的排斥，行吗？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接受。好，好。作为父亲，我本应该呵护你们健康成长、平安生活。可是作为父亲，我有多希望我们父子三人能够有一天在同一条账号里面，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去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们希望。好，你们收拾东西吧。上周，陈独秀搬走了他的北大的办公用品，周末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去了长城。昨天，他在高等师范做了报告。这是报告内容。陈独秀这种人啊，盯还是要盯他，但这盯人是要有学问的，既不能让他脱离你的世界，又不能让他发现你，啊，尤其是现在南北议和时期，不能因为他再出了什么乱子，啊。不过呢，最近只要不出什么大事的话，哎，可以放松一下，兄弟们也辛苦，哈哈哈。那个，以不出事为原则。明白，去吧，说下高台。卖报卖报！看新副刊的新青年发表本质宣言，提出新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看新出版的新青年发表本质宣言，先生又一份吧。卖报了，卖报了！看新出版的新青年。请进。蔡先生，仲甫先生来了。哎，仲甫先生，太公，来，找我。请坐。
周副兄，是是。来来来，坐这儿来。好，你去。张世钊啊，发了一封电报，我本来想给你送去的，后来嘛，我跟世之在谈事，走不开，我就请你过来了。你看一眼。这邢岩从广东打来的。邢岩现在是南方政府的秘书长，也是南北议和的代表。他说呀，广东军政府已经批准了陈永明的方案，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委托张世钊等人，还有我们2个人，作为筹办员，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张世钊说呀，他说希望你啊，到上海去一趟与他见面，然后再去广州。